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给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立委立法委员王一川，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姚慧珍，我热爱我的工作，大家好；政治学教授范世平老师，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的是桃园市议员林涛，五哥好，大家好；桃园市议员备少将俞北辰将军，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康仁俊。大家好。好，那姚慧珍当然热爱她的工作，但是她热爱是因为出去玩了一趟以后，回来必须要努力的工作，好不好？可是就在她出去玩的那一趟，当然回来了以后，那就在上礼拜六28这一天呢，全球风云变色。你看到继委内瑞拉这一以后，美国再一次展现了全球唯一能跟外星人对抗的军事实力，好不好？那是可怕的一个军事实力，再加上包括间谍战，包括情报网，所有一切很多的问题在这里面产生。好，第一个。所有的人都问伊朗是吃素的吗？在他过程当中都把伊朗讲的这么样的最高专坡，讲得多厉害多厉害，确实在全球军事实力上面排名第16，包括呢有很多的一些不管是包括民兵所有的加起来的话，恐怕上千万。那所有这一切为什么会在战争一开始24小时以内，包括48个军事高层，连他们的精神领袖、最高精神领袖那哈米尼都被一锅端了？这到底发生什么一些事情？好，如果知道最近跟美国之间这么风云紧急的时候，为什么这些高层会在一起开会？所有的情报网对 CIA。对以色列来讲的话，摩萨德是摸得一清二楚了吗？但除了这个以外，美国当然要配上全球独一无二的军事实力。那你看到画面上那所有的轰炸，那只能讲说从地上打到地下，一路穿到底。那还有，伊朗没有防空吗？当初在委内瑞拉内役，好啦，就讲说不管是中制的、俄制的，所有的防空为什么都没有发挥任何效用？那伊朗呢？伊朗这次除了自主研发的以外，包括俄罗斯的，包括中国一样，但是对于美国来讲的话，那对于以色列来讲，为什么会长驱如入，无人之境？所有这一切都没有办法有人理解。那为什么选在白天？一般奇袭不都应该是在晚上吗？那所有这些，包括今天在现场军事专家、政治专家，所有人帮观众朋友做一个现场的解密。好，我们如果这样看的话，一开始让观众朋友看一下，从川普包括他自己所说的美军行动了，所有这一些，还有相关的一些画面，来。A short time ago,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began major combat operations in Iran. When we are finished, take over your government. It will be yours to take. This will be probably your only chance for generations.好，那美国实施怒吼，那接下来呢？你看到是包括以色列咆哮雄狮，所有这些的加起来，那造成了这一次看起来，而且当然呢，美国后来讲说他们的有相关的一些伤亡，那包括3个士兵死亡啊，类似这些。川普说这一仗最起码要再轰他4个礼拜，那接下来会是什么一个状况？可是所有刚前面的这一些疑问，那很多人都在想说，怎么会是造成这样的一个结果？来，任俊是第一个，一般奇袭，当然挑晚上嘛。对不对？夜黑风高夜，但是美国为什么媒体上有报道，本来也是打算要在晚上奇袭，后来包括情报显示，包括哈米尼啊这些有一个军事高层一些的会议，所以改在白天。大家有人就不懂，就是如果跟美国跟伊朗都已经紧张成这个样了，所有的高层全部在一起开会，难道就不担心会这样一锅端吗？结果就是这个样，两边军事实力当然有落差，但那个落差也完全超乎大家想象。包括川普讲伊朗9艘军舰，当然伊朗的海军本来就没那么强，但是看起来这就是一面倒的一场战役吗？事实上，我觉得如果大家这2天看到美国总统川普在媒体面前所展现的那个自信，我只能用我简短的这个方式做一个结论啊。叫做美国用绝对的武力优势来展现出它的绝对自信。您刚刚提到伊朗整体的战力军力来讲，其实在全世界并不算差。是，
可是你面对到这个全世界排名第1的美国来说，事实上，虽然这个有人觉得说可能美国不是第1啊，那也没关系啦，前3大之一吧啊。所以美国这一次其实最让很多人觉得伊朗难看的，其实我觉得是有一句川普所说的话，我的飞行员去轰炸别人都不用担心被打，真爽，这个话听起来很刺耳，但我就刚刚讲，就是他展现了一个绝对的武力优势嘛啊。事实上，大家翻到礼拜6到礼拜天的这一段时间，真的是峰回路转哦。当然，这一次看起来，美国跟这个以色列主要攻击的这个地方哦，大家有包含到核设施、飞弹基地，还有瘫痪它的所谓的防空系统，跟所谓的革命卫队。这几件事情哦，事实上，第一个核设施是过往美国一直在批评跟质疑说，你伊朗偷偷摸摸在用这个所谓的核打击的武力哦。上一波，如果大家还记得的时候，美国对于伊朗发动攻击的时候，就是强调我要摧毁你地下掩体里面关于核设施相关的东西。不过你看川普这2天的说法是说，伊朗其实错失了很多我们在谈的这个时间点，你早就可以来跟我谈了，你都不来谈，是不是代表在上一次的这个对美国对伊朗所实施的这个核设施攻击里面，其实并没有完全瘫痪掉伊朗的核打击能力，所以这时候他才会不断的来谈嘛哦。第二个，你可以看到它的飞弹基地跟它的防空系统的部分，这个代表是什么？我要摧毁你第一个，你今天阻止我攻击的能力；第二个，我要摧毁你的攻击能力。这个就回到了是大家在军力上面绝对的这样的一个落差嘛。你看川普的说法是什么？你俄罗斯制的系统没有用，中国制的系统没有用。你记不记得就在那个上个礼拜的时候，我们还在有人在讨论，就说，哎呀，你看啊，美国为了川习会哦，把台湾的那个要卖给台湾的武器哦，也要暂停。那你想想看，今天川普公开那边跟全世界讲说，你中国制的防空系统也没有用。如果那个逻辑成立的话，那还要不要再川习会啊？所以我不觉得美国会在这件事情上面，会在对台军售的这件事，会因为担心川习，因为老实讲，他这2天讲的那个话更重啊。那等于是告诉全世界，你买中国的东西也没用啊。你觉得中国伤不伤？很伤嘛。再来就是他另外一个目标是针对所谓的革命卫队。我如果还记得上次我们在谈论美国有没有可能对伊朗动武的时候，我曾经讲过一件事情。我说，因为伊朗很特别，是它是一个神权国家。过往对于其他国家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候，你可以有论述，你可以有你主要发动攻击的理由，但对于神权国家，你可能要特别小心。因为对于神权国家来讲，他们的人民能不能接受你那种所谓因为他研发核武，所以我打你；因为你不跟我谈判，所以我打你。他如果一遇到宗教领袖的时候，他可能把所有的东西就先丢到一边，因为我要捍卫我的宗教领袖。所以你看，礼拜6发动攻击的时候，事实上有一个传闻是哈米尼到底有没有被攻击身亡？一开始的时候，伊朗是讲说没有，对。而且伊朗说呢，他们在这个美国发动攻击之前呢，哈米尼就已经接获到线报，所以离开了。对，还说他们已经离开了德黑兰。结果，美国其实也很特别哦，在这一次里面，我认为他需要有一个精确的情报。所以你看到隔天礼拜天的时候，美国公开说其实哈米尼在第一波攻击行动中已经身亡。然后讲了一件事情是，以色列那边已经有遗体的照片。好，你会觉得美国跟以色列大家这个胡说八道吗？没有哦。当他这个说法出来的时候，伊朗方面证实了哈米尼真的在那一次的攻击，尤其在第一波攻击的时候已经身亡。美国还附带什么？40个伊朗的高官，包含到你的革命卫队，包含到你的这个所谓指挥部的所在地。现在讲说48个军政高层瞬间被团灭。好，那问题就来了。美国在当时的第一战略目标啦，我认为他其实跟我的那个质疑是一样的，就是说，那你今天如果你今天对于这个马杜洛你是抓他嘛，那哈米尼呢？我那一天其实第一时间的时候我就讲，你要嘛就抓他，不嘛你就杀死他。你如果对他没有什么那个影响的话，开什么玩笑？伊朗怎么说的？我要尽全力的攻击啊！所以现在证实说哈米尼已经死亡了。好，川普今天特别说什么？说伊朗的新政权他们新的领导班底已经释放一个讯息，愿意跟美国谈。然后川普说 OK， 我接受。这里面有一个最大的差别是，当礼拜6那一天发动攻击的时候，本来大家看到美国说我要攻击多久，第一时间讲4天，后来讲7天，现在时间变成是4个礼拜以内。那现在问题了，美国把战线拉长，
当然，对于美国来讲，美国也会遇到一些状况。第一个，有一个民调显示，美国国内的民众27%左右赞成支持美方动武。但是你也有看到，其实有一些反战的声音哦，包含到美国一些驻其他国家的那个使馆也遇到这个零星的抗议。所以这些东西对于川普来说，好，他当然希望能够谈嘛。能够谈的这个过程当中，是我能不能把我的战损跟我的可控的范围拉到我所有可以掌握的状态之下。所以当川普出来讲说他其实预判美军会有伤亡的这件事情，就回到了以色列对伊朗哦，现在开始对于其他周边几个国家也进行了攻击哦。现在传出来大概有7个国家，包含到说哦，你美方在这些地方有驻军的哦，有军事基地的，然后还有一些所谓的无差别的这个攻击呢，都在伊朗攻击范围里面。刚刚主持人提到说，他们原先是讲说用夜袭啊，这个其实也是伊朗过去他比较大家一般认为说晚上的时候嘛，夜黑风高嘛，可能大家累了，晚上总是要个睡觉睡觉起来的时候，可能呢大家会觉得晚上稍微松懈。如果你要发动奇袭作战的话，通常在晚上比较有可能，白天可能松懈一点。结果没有想到，他居然采取了美国采取的方式是，如果大家看过电影《勇士们》，勇士们那时候是发生在越战，对不对？你记不记得那个有一幕是大家在那里等着拂晓，天亮时间到往前攻击，因为在那个年代里面晚上看不见，但是现在晚上你说完全不能防御吗？没有哦。可是美国这一次决定在白天你认为他不会攻击的时间，我就攻击给你看。其实我老实讲，这叫做绝对武力的展现。可是美国这一次决定在白天你认为他不会攻击的时间，我就攻击给你看。其实我老实讲，这叫做绝对武力的展现。我有信心嘛？你看川普这一次怎么说？我 F-22也出来了，我的 B-52轰炸机一样全部都出来了。以前被视之为叫做所谓的隐形轰炸机的，什么东西我都不怕。我的 B-2 什么我都出来给你看，我认定你抓不到我。所以你回来看川普怎么说？他说你的防空系统没有用，你的这个没有用。至于为什么没有用，你以后会知道。那代表什么？美国事实上他会告诉你是我用了一个科技。我用了一个方式，让你的防空系统你以为在运作，但是你被我骗了。可是人员，这再怎么样，伊朗、中国、俄罗斯这几个国家，你说结果后来我搞了一堆的防空，搞成这个样子，结果人家如入无人之境，搞成这个样子，很不可思议。好。有媒体大概讲说，因为包括好了，这就拼凑的结果嘛。你有的用俄罗斯的，然后你紧急从中国又进口了一批，然后包括伊朗自己研发的一些防空系统，然后各系统之间你没有办法同步。那现在战争只要差个几秒，更不要说你可能差了不止几秒，所以相关讯息之下乒铃乓啷，那完全没有办法发挥作用。那伊朗这些人难道完全不知道吗？那我弄了这些连玩具都不如，然后搞得这样人家，然后你还看到包括以色列所有的战机要呼啸来呼啸去的，他就是飞给你看，哪有这种道理呢？美国上次展现这么高昂的士气的时候，就是在委内瑞拉马杜罗事件嘛。那时候不是有些人揣测说是因为马杜罗身边的某个人被收买，所以他去把防空系统关掉。结果川普说不是啊，什么关掉？他有发射飞弹啊，结果发射到升空才多久就掉下来，表示我美国精确的掌握嘛。而且他告诉你说，我那一次我 F-22也飞啦，F-35也飞啦，美国这一次又来了一次。所以这一次的攻击行动对于伊朗来讲，第一个伤害性很大，第二个侮辱性更强。我认为你从美国这次事件，就伊朗这个事件回推回来，我们就最近大家在谈军购嘛，就是整合的这件事情，其实跟你买传统武器上面来讲，你会发现系统的整合其实威力更大。如果我只单纯的买这个武器，买那个武器，买这个，伊朗不是也这样吗？委内瑞拉也是这样啊。我东买听起来都很厉害，结果我整合不了。你看后来马杜罗的那个委内瑞拉，中国方面不是先讲说，大家不要这样，我们崇尚和平，但后来就讲说其实不是，是因为他的系统没有整合成功。这次又硬生生回到伊朗，而且你如果再回来看呢，就会发现到美国其实老实讲，我觉得他故意的。什么叫做故意的？他说呢，你们讲逆向工程，我也跟你逆向工程啊。
他说呢，我们这一次美国也用了所谓的卢卡斯的这样一个系统，然后去攻击这个伊朗。就大家觉得说你美国更加逆向什么？他说不是啊，他说因为呢，其实这个伊朗他最骄傲的呢是他们自己有这个所谓的无人机。而且呢，美国就发现到说，好像伊朗的无人机也蛮厉害，所以我逆向什么，我就把你的无人机拿来，我也做一个一模一样的。好，我做一个和一模一样的东西之后，换我拿你的东西回来攻击你。所以我觉得在这一次里面当然美国他之所以敢这样做，代表的是什么？他在情资的掌握跟他的收集上面，过去大家觉得说，如果哈米尼他跑走了，那开什么玩笑？他们之前的讲法是，你只要敢打我，我就尽全力的攻击啊。而美国现在告诉你讲说，对不起啊，我的战略目标第一时间我就要达成。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当然可以给我们借鉴啊。OK， 这整个战争的过程前面是不是已经有一些的讯息？各位还记得吗？当欧洲各国包括美国都讲说撤侨，或是讲说非必要的人不要留在德黑兰，那时候大家就知道那可能要开干了。只是它的时间要拉在什么时候？没有想到在28号，然后一声晴天霹雳，整个这样下来，可是还是有人要问的是另外一对。好，包括武力的强大是表现在，有人说那是表现在后勤，枪声一响，黄金万两，谁的武器能够撑到最后？伊朗3000枚飞弹好了，我就算你有3000枚，打到现在你还能打多少？美国虽然说武力雄厚，那加上以色列，可一路这样打下来，那库存还有多少？可是除了这个以外，各位有没有注意到上个礼拜有一则新闻，有人要刺杀川普？有没有人注意到这则新闻？还跑到海湖庄园去，结果后来被击毙。然后呢，讯息那2天，当有人释出这个讯息说要刺杀川普的时候，媒体上就会告诉你这是一个前哨战，告诉你我师出有名，为什么？你们要动我的总统，我就先把你的人。所有的时序从这时候开始，从刚任局长228，然后2点18开始一路往下走。各位知道第一个遇袭、第一个被挂掉的是谁？伊朗情报首长。从那以后，大家就讲说，以色列摩萨德跟美国的 CIA 是完全掌握了那个过程。刚刚任局长，所有的人大家打仗都知道月黑风高，好就是这样。所以知情人士有透露，本来美国跟以色列确实要在晚上奇袭，而且是派部队奇袭，但 CIA 掌握超精准的情资。伊朗最高领袖哈米尼要在礼拜6上午出席会议，美国将情资跟以色列共享，两国军方马上更改计划，上午9点40分发射飞弹。我知道你所有的高层全部都在这个地方，我不一锅端吗？好，第一个情报站要够准，知道所有人在这，结果一锅端，然后你的武力要够强，钻地弹能够一路往下钻成这个样。来，将军，这个问题就来了。第一个，就算我们不是军人，也知道在美国跟伊朗都已经这么紧张的时候，你的最高精神领袖哈米尼，你的革命卫队的总司令，你的国防部长，你的参谋总长，你所有这些人全部在一起开会，你不是摆明了让人家去一锅端吗？这时候为什么大家还要在一起？不能够分一点吗？你能想象我这样？好，反正被一锅端了。那接下来呢？接下来往下一路这样走，包括我们刚刚讲，对美国来讲的话，情报站为什么可以掌握的这么样一些精准？那刚才任局长那还没开录以前，慧珍，伊朗的飞弹打了多少个国家？15个哦，15个。我都快笑，不能讲笑死，就是说人家打你的以色列跟美国，结果哇塞，在周遭的全部好像变成是全部的邻国全部都打他一个，那15个包括哪里啊？以色列、沙烏地阿拉伯、美国、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卡达、科威特、约旦、伊拉克、巴林、阿曼、叙利亚、塞浦路斯、法国、意大利、英国，天哪！你现在是怎么样？不是刚刚慧珍讲这么多国家，因为包括你说大家看到杜拜被攻击，为什么？然后他们就讲说，不是我跟伊朗不是友好国家吗？就你打我干什么？但将军现在看起来的话，绝对武力之下，对伊朗来说，他只能用这样一些的方式吗？刚讲到的所有这些，尤其在军事部署上面，为什么会犯这样的一些的状况？美国这一次你说叫奇袭吗？也不像。因为早就半年前就告诉你我会打你，12月再说，如果你对你的人民实施屠杀，我会打你。而且将军，你看他2个航母打击群，对，我弄了2个航母打击群。如果照媒体上报道，光那2个航母打击群在全世界的军力，光那2个打击群大概就已经排前5了。我把打击群都摆在那个地方，你告诉我是来这个地方逛地中海的吗？一个在地中海，一个在阿拉伯海，两边各摆一个。地中海那边的是福特号。因为福特号的电站干扰力特别强，所以它摆在地中海，直接要干扰伊朗周遭所有的电站环境。那你这个时候，你没有发现不对？他来这边干什么？他认为没有来摆拍。
来秀肌肉，不要理他，不要理他。看来美国从来不阅兵，他也不摆拍，去那边绝对有用。那这一次的最大的改变在哪里？不是月黑风高，也不是拂晓攻击，这次是在8点到9点半之间，来实施攻击。为什么选这个时候？在开战情交接会议嘛，接的人、交的人都在里面。然后呢，他们为什么不用跟 COVID-19 一样远端的一个视讯？怕被截胡啊，对，就是怕被截胡啊，因为他们有那个 BB 扣爆炸事件啊，他心想连 BB 扣都会爆炸，我这么远，我哈米尼讲什么，川普都知道了，所以不行，当面讲，最保险。对，那就精准的掌握这个准确的情报，在这个时间2月28号，9点半的时候，所有人会到齐。那我听过一个网络的一个评论，他说他不只是知道到齐而已，他是精准到谁进去没有，再等一下，再等1分钟，还有谁没进来，他是这么精准，等于说一个都不要漏掉，就在这一场会议里面全部消灭，而且他消灭的方式各位如果觉得作战要有符合规定，两军交战要讲武德，美军没有在跟你讲什么规定跟武德的，他们叫什么降维打击，什么叫降维打击？就是你雄壮威武的100万铁骑出来，都是拿着矛、骑着马、拿着枪，他是什么？他战车出来，那根本不用100万对100万嘛，我可能3个旅就把你这个100万铁骑给干掉，因为你的矛不可能刺穿我的坦克，我的坦克机枪一扫射，人跟马都挂了，这叫降维打击。美国这一次跟伊朗的作战就叫降维打击。为什么叫降维打击？第一个，情报的精准度不能比嘛。摩萨德加上 CIA， 等于是伊朗的所有情报就摊在川普的眼前。你谁在做什么，谁讲了什么，谁打算干什么，川普都知道。那我还真的打算你做了什么，干了什么以后我再反制吗？先把你做掉，先把你做掉。所以这情报是降维，完全不对等。第二个呢，武器是降维。刚才讲说。这个美国这次出现了以前从来没看过的，叫做天蝎打击特遣队。这个天蝎打击特遣队没有人，都是无人机，而且这个无人机的外形长得跟伊朗的一模一样。这个天蝎特遣队的无人机专打防空雷达。这个天蝎特遣队的无人机专打防空雷达，那打完防空雷达以后，你认为说，雷达还好嘛，不是人。后面，数以十计啊，听说光是到这个哈米尼开会的地方，战斧飞弹就超过30枚。还有直接由空中往下炸的这个炸弹。这一个地方这么强烈的被攻击，你认为这一群开会的还会有人生还吗？而且将去看媒体上面的报道。开会的几乎无一生还，你看那个画面，那个整个往那钻那炸成那个样子，那是炸完再炸，包括何米尼家族，团灭全家团灭，那是整个家族全家团灭，因为他们都住在一起嘛，因为认为说跟哈米尼住的这个地方是最安全的，因为这个整个庄园是他们最高领导中心，所以它四周的雷达、防空还有地面的禁卫队是最强的。可是对不起，我没有要跟你短兵相接，我跟你远程接触，先戳瞎了你的防空眼。再直接利用这个战斧，黑色战斧，我们还第一次看过，从来没有看过这种飞弹，黑色战斧一次下去，然后你说美国怕不怕伊朗会反击？当然怕，所以他们的做法是怎么样？让你的飞弹枯竭，让伊朗的所有飞弹用光。伊朗大概号称有3000枚飞弹，可是光是被以色列空中袭击900次他就用掉快200枚。那大家认为它还有几枚可以用？那现在不是飞弹还有多少枚的问题，飞弹的数量可能它所消耗的数量的速度比它生产的大概是3倍。等于说你打了3枚才生产1枚。那况且现在呢，它把你所有飞弹生产中心全部打掉，全部打掉，等于说你耗1枚少1枚。所以这是美国在作战之前怕你反击的方式，就是让你无法反击，你没有作战持续力。那大家认为？伊朗是不是很弱？伊朗全世界的军力排名第16，他的光是地面部队100万谁敢忽视他？所以，可是呢，对不起，我不跟你搞对称作战，我跟你打不对称作战，我用无人机，你人多对不对？我无人机多，你的人的生命珍贵，还是我一架不到100万台币的无人机，我可以有多铺天盖地的去，
将军，你刚刚讲这个，因为媒体上报道，包括英法都卷入战局，因为伊朗就是无差别攻击嘛，所有那些地方。但我看到有一幕，我在想，因为包括伊朗的飞弹要去攻击，然后包括英国的一些地方，然后英国战机升空，对，用飞弹打下无人机。这个不太划算吧？完全不划算。飞弹打无人机一定不划算，完全不划算，对不对？所以美国这一次的战法会给全世界这个空中交战，甚至地面交战有一个颠覆性的改变。就是你用飞弹去打无人机，这叫傻瓜。那可是伊朗很怪，伊朗你冤有头债有主嘛。美国打你，你打美国打以色列没有？他刚慧珍讲全打，其实他不是傻他一点都不傻。他的做法是什么样？做法就是说，我要让这些有钱的大爷去逼美国不要再打我。他的想法就是这样：我打杜拜，我打这些油王，这些这个都是大老爷了。我打你之后，对不对？你们的钱很多，去逼美国停战。可这一次这些大老爷们没有逼美国停战。他的做法是：美国、以色列，我给你钱，打趴他。要尽快打，快点，不要拖4周，2天就把他打趴。所以这一次这些人变了嘛，这些人改变了。Okay. 那所以大家可以看一看，出来呛瞎的还有一个是谁？真主党的领袖。美国你完蛋了，我告诉你，我绝对血债血还。对，宣布参战，撂狠话以后多久你知道吗？10分钟他就消失了。这个人就被干掉了。10分钟，真主党的领导人他才刚刚讲狠话，说美国川普你要小心，我告诉你，我跟你拼了。10分钟后他不见了。各位，你认为还会有下一个吗？所以为什么现在伊朗的拟定的接班人出来之后，马上就跟川普说，我们谈一谈，因为谁愿意家里被团灭啊？所以我说，在绝对力量的前面，这一些认知作战，说句实话，那只是口水，口水永远保不住你的生命。所以川普这次用了一次非常不一样的演习，就是说，你们的飞弹来，我们的航空母舰全部都守住了。OK， 因为我没有把它当成威胁，我当成一次演习。那但是呢？我的无人机过去，对不起，你连演习的机会都没有，我一次就让你服气。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川台记不记得那个时候是美国袭杀宾拉登的那个过程？他们把那个在战情室里面，包括总统那些在看着那个过程，然后大家有拍出来让大家看。这次大家看到要行动以前，川普在海湖庄园，然后那个战情，然后大家就在看那个时候，大家还发现后面有一个地图。大家讲为什么要秀那个地图？一般不会让人家看到这些啊。那为什么一定？他们不会说啊，我不小心火力垮掉，一定不会吧？它一定有它的一些意义。而现在看起来，美国所有这些对伊朗，刚刚讲到2个航母打击群那些，某种程度在媒体形容那叫灭国包围网了。这个强大武力之下，谁受得了？刚刚提到说这一场发动是在礼拜6上午嘛，就是德黑兰跟以色列。因为他们那个国家礼拜6是第一天他们4、5是周末，所以很多人说礼拜6怎么在开会？他们礼拜6就是我们的礼拜1，他们4、5是放假。那他9点发动攻，7点起飞嘛，从这个以色列这个德黑兰的时间，以色列7点起飞然后呢，这一个到德黑兰的时候是9点，对过去美国是半夜对过去美国是半夜。那他们开这个会，对。很多人都看到这一张，因为我也看到这一张，所以我跟制作单位讲说，帮我截这个画面的时候，他说网络上也有人截这一张，就是他的后面有这一张图，那这张图就是兵力的部署就是说这个福特号是在这里，然后它旁边有几个战斗群然后这个林肯号在这里那这个头遮住的这个地方呢，这个其实就是这个伊朗的地方我们用这一张比较大的跟各位看中间这一块就是所谓的这一个这一块就是伊朗那这个林肯号在这里，这个福特号在这里。那打的时候是这样，就是以色列这里先打，看到蓝色就是打过来的。可是打过来呢，从各地一直打，这些打的通通是美军基地发射出来。好，那伊朗也有回击。对啊，那伊朗回击到的地方呢，基本上都在，比如说在美国的基地，还打到英国的基地，还打到法国的基地，所以各位记得这个案子刚出来的时候，前1、2个小时，欧洲国家通通出来骂美国，说你没事乱打，结果后来发现他们被打了，所以他们那几个领袖就跑出来讲说，伊朗你节制一点，你不要打我。那因为他们要打这些国家，所以就会才看到那个杜拜那个帆船饭店，对，
那反导饭店是因为被打了，就是说这个以色列的当这个飞机过去的时候啊，这个飞弹打过去，然后产生碎片，然后再碰到那个反导饭店嘛哈，所以伊朗这样子乱打，可是伊朗也没有很多东西可以打，对，他们没有那么多的，现在感觉起来在乱打一通，因为他们现在负责指挥的人呐，已经就是说那个就体系整个都已经乱掉了，已经乱掉了，前三抗的都被抓去陪葬了。因为当时其实这个以色列炸的时候是很精准的，它精准到什么？我用这张图给各位看，它精准到哦，它这样看到好 ，OK 好，它精准到这个总统的办公室在这里，哈米的办公室在这里，然后这个是他们那个宗教的会所，结果呢，他是直接炸哈米尼办公室，就是我们在网络上看到有一个建筑群被炸，就这一块整个被炸，他没有炸宗教会所，因为炸宗教会所可能会出事啊，就比如你炸教堂啊，教堂这个会出事，然后这个总统办公室也没有炸，那这些人在哪里开会？他有3个地点可能在开会，一个在哈米尼这里开会，一个在总统的办公室开会，那另外还有一个军事的地方在开会，那他们就逮到这个，那你说为什么要这么早这个时候发动攻击？刚刚讲了前几天嘛，前一阵子是川普可能被暗杀，对，那他们是 CIA 是不是掌握说，搞不好你们这一场就是讨论要怎么样打美国了，要怎么样暗杀川普，那我掌握你，我当然就是先打你了，所以这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揣测说，哎，这一场就让美国出手的时候，他是有理由的，他是有，因为我的总统被去用暗杀，我当然先给你拍，结果。以色列，各位看那个画面很惊人。以色列这样打完之后，那个运输机啊，在一堆阿兵哥的运输机，竟然在这个德黑兰上空这样飞。它不是战斗机，也不是要去轰炸，就那运输机一台一台飞。然后以色列的这个飞机飞到德黑兰上空的时候，被没有啊，美国的加油机去帮忙加油。这个上面空中加油，它就是整个领空，这个德黑兰上空全部。都是美国空优，美国以色列对。那德黑兰现在讲，德黑兰现在讲说，那我打旁边嘛，打这个，包括打巴林、打卡达、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打这些国家。问题你傻傻的，你一发射出来，美国跟以色列就知道你在哪里发射的。他就源头打击。他们本来是分散在各地这样打嘛，结果你一飞出来，我就知道在哪里。那你飞出来之后，我就打你那里嘛。这个跟台湾现在要买的这个防空的是一样的概念嘛，就是说我们要买的这些东西就是一个防空，然后你阿公如果打我的时候，对美国来说，原来是那里打的，原来是福建在打原来是浙江在，原来你们常在那里打的所以像伊朗只要稍有动作，他继续打，继续发射，美国就一个一个把它歼灭。但是对川普来说，川普真的他其实也担心他的国内说你没事去惹这个全世界也会说，川普你假扮周赢或者是说你老是要当这个世界警察，秩序都是你在维护的，所以他竟然跟这个伊朗的人说，我是短暂的我是先这个接管你们的这个政治政府政权，国家最后还是你们的，我会把这个国家还给你们。易水工，我先把现在那一批人清走，最后就会。还给你们，然后美国跟欧洲现在包括欧洲在柏林全部的人出来，他们都不是在抗议，他们都希望原来那个他们国王巴勒维那边那一边的后代王储那些可以回头去回到伊朗这个国家。他们都希望原来那个他们国王巴勒维那边那一边的后代王储那些可以回头去回到伊朗这个国家，那个狮子旗都出来了嘛因为我去年9月去欧洲的时候，到处每一个城市的广场都在伊朗都在讲伊朗讲什么？讲就是伊朗的国旗，就是那只狮子旗。我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然后就拿他们的文件来，那都是波斯文，也看不懂。后来拿到英文的，我才知道说，原来他们在讨论的是说，他们伊朗这个政权现在不好，然后呢，在海外的伊朗人想要让他们原来那个国王的那个
那个人那批后代可以回去掌理这个伊朗。所以现在看到这些欧洲很多城市的广场在讨论这件事情啊，所以这个事情恐怕也不单纯是伊朗个别的问题，可能全世界也都在关注他们接下来这个政权的发展。OK， 因为阿川刚刚特别提到那个巴勒维那个时代，其实如果你从那个时代看，范老师那个时代美国跟伊朗的关系很好，可是伊朗跟美国恩怨情仇，大部分尤其年轻人大概只知道他们是世仇的感觉。可是不会往时间往前推，那当然大家都知道，包括什么79年人质危机啦，所有这些一些发展的事情，美国跟伊朗这个爱恨情仇，那以色列就更不要讲了，以色列跟伊朗之间，这个算是世仇一路都是这个样子吗？刚刚来宾都有提到，从这个可以借鉴到包括我们，因为包括我们现在有军购的一些事情，包括有人讲说海峡两岸。老共也有无人机啊，我们也要担心他用无人机海的话，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这个也是他山之石可以攻错，我们也要防着一些，不是吗？这个我们刚刚讲这个巴勒维国王，他是1941年一直到1979年在任37年啊，1979年就发生了这个革命嘛，科梅尼嘛，之后把整个这个把这个伊朗改变了嘛。你要知道，以前讲这个伊朗的这个是个首都啊，叫做什么？中东的巴黎呀。那时候伊朗的女生不用戴什么头纱啊，还可以穿比基尼啊，在海边啊，非常开放啊。然后整个男女平等，女生都可以受到大学教育啊，都穿得非常的跟西方完全是。所以德黑兰为什么那时候是整个中东最热闹的地方，经济最好的地方？然后那时候呢，巴勒维是完全亲美的哦。那因为他亲美，所以我们知道，因为二战之后，中东独立的唯一就是说从本来没有国家，后来复国的是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之下，所以以色列过去跟伊朗关系是很好的，都挺美国嘛。那你像知道那个巴勒维还曾经来过台湾访问你先去看圆山饭店，他还住过那边。那时候老蒋，哇，那巴勒维很帅啊，他又高又帅啊，很年轻，他太太也很漂亮啊。所以他们那个等于是一个王国，但是因为我们知道他们那个。很多人就认为他们有贪腐，所以后来科梅尼才推动这个革命嘛，建立一个保守政权，政教合一啊，甚至就是非常的这个封闭啊。那我要，然后后来真的就搞得人民这样苦不堪言嘛。所以为什么从去年开始有这么多人出来上街头啊？那科梅尼是1979年，然后后来当然就发生了这个跟美国发生冲突嘛，包含刚刚讲过这个挟持这个人质事件等等。那科梅尼后来到了这个1989年，就是由哈米尼来接，到现在为止已经37年了嘛。就是他们这两个政权，总共执政47年了。那民众现在是觉得，为什么刚才阿川说在国外有这么多的这个伊朗人，他们想要回归过去那种民主自由的生活？到底会不会因为巴勒维后来是逃离伊朗，后来是在这个美国夏威夷往生。他的孩子就是我们讲巴勒维二世，他就在美国受教育的。后来我们看到，当去年年底发生这样民众上街头，他是赶到了伊朗附近，想要随时接班。但是有没有可能接班不知道，因为川普现在好像也没有说他是接班人。川普今天已经说了，他说第2号、第3号人物也被杀掉了。就现在是群龙无首哦，整个斩首，集体斩首啊。那这个是川普的年表了，好，大家想。1月份就是这个马杜洛嘛，1月3号，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洛。2月的时候是这个所谓的一个墨西哥毒枭。那3号就是我们哈米尼。3月了4月嘞。不是，你不能每一个月都要点一个人呐，哪有人这样子的啊？4月啊，卡斯楚。4月我觉得应该不会是习近平啊，因为他跟川普才刚见完面。但是金正恩有没有可能？金正恩这2天已经讲了哦，他愿意跟。范老师，你讲到这个，因为大家都在想一个，以金正恩啦这些来讲，就是哈米尼一定以伊朗来讲，一定是，而且他是宗教精神领袖，最高领袖，一定是保护的非常严密。但是你乒铃乓啷撞的一个下去，结果就是这个样。对，所以对金正恩来讲的话，他一定会觉得说，好，他唯一能够有恃无恐的一段是。我手上有核弹，对你不要惹我，你惹我会什么什么。可是他没有办法担保，谁知道川普会不会哪天睡觉睡起来，又突然觉得是时候了？那就 today， 你怎么知道他会不会这样想？那伊朗也有核弹啊，你试试看吧。不是，我觉得现在其实从这次这个事情，我发觉一个问题，就是你说像伊朗，它是全世界排名第16大的国防，它有55万人
50万军人哦，这是正规军哦。还有12万5千，他们叫做伊斯兰革命卫队，那个算民兵哦。这些革命卫队这12万人，其实他们是非常的支持这个哈米尼。为什么？他们等于在伊朗这个国家大家都穷嘛，他们是特权分子哦。其实他们为什么要捍卫？他们不只是在捍卫宗教，他们是捍卫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是跟哈米尼绑在一起哦。这些人有没有出来保卫哈米尼？没有哦。他们有没有出来敢跟美军对抗？就一盘散沙。而且我们知道，宗教战争是人类历史最残酷的战争，因为它有很多的是价值观。当然，有没有人出来说我们要这个对抗美国？我目前看是可是范老师他们这些民兵大部分是陆军嘛？当然路上没有美国人。对啊，就是飞弹飞来飞去，美国人都在天上，所以要打的只有正规军有飞弹可以打。所以那些民兵也目前就想打也不知道找谁打，那起码要聚集吧，搞一个什么誓师大会吧。他们就是聚集，他们就不想再聚集了。对啊，应该拿着 AK-47，叭，我们要跟川普决一死战。但范老师刚刚讲那段他出现了一个，大家就讲说，为什么大家都会讲说防斩首？从马杜罗开始，那虽然是抓走，那跟斩首是一样的嘛。到这次哈米尼，大家都在讲说，如果你看媒体报道的话，我没有证实这一块了，但媒体上报道就是哈米尼毕竟是老江湖，他也知道跟美国之间在对这个，所以伊朗他们所有这些，在一般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代理制，就如果哪一个人发生什么事情的话，一定要有人可以顶上去。那部队一定也有嘛？一定有。他的代理制，照媒体上的描述是4层代理。对，他不是连他是5层哦，意思就是你打挂我一个，我还有第2个上去，你再打挂一个，但是显然没有办法发挥太大作用。当你第1层，你说从参谋总长、国防部长，然后包括革命卫队总司令，全部都被打挂，你现在就像刚范老师讲，你也没有看到有哪一个人就可以直接跳出来。他们现在已经新任了一个，包括新接上来的总司令啊，或什么。可是好像也没有发挥您刚刚讲的那种，就是来大家什么，我们要很有系统的针对什么的，而不是那飞弹到处打。没有，我帮范老师补充一下哦，其实，在军事体系里面是5级代理人，是5级，对，包含自己嘛，5级代理人。那真正能够领导作战的就3级而已。另外2级不可能，因为你看连长嘛，第1级嘛，这个第2级是谁？副连长、副老长、排长。班长，然后再来就是小兵上上来。你这个排长跟班长突然间上来当连长，你是不可能指挥的。所以我说5级代里面，只要前面的3级代的人打趴了，后面2级要接班要时间，因为精力不够。对，所以你看，就是说，起码例如像什么过去什么 ISS， 他还有自杀部队，他还出发前还拍影片然后穿着整个炸弹衣服。我们看伊朗好像也没有，所以我觉得现在金正恩跟习近平最怕一件什么事？连伊朗这么宗教狂热的国家，到后来一垮之后，整个就散掉。那如果是金正恩，你觉得金正恩如果今天被斩首，当然他现在宣传的很好啊，我们这个人民军，我们一定在捍卫金正恩这个家族什么白头山血统。可是如果真的金正恩今天如果被抓了，北韩的怎么都溃散呢？我们说崩溃，他不是崩，他是溃那习近平呢？习近平，我跟你今天你真的他被斩首了，你觉得旁边的解放军会说我们要跟美国决一死战？不会，不可能嘛！不会。中国是白天爱国，白天爱中国，晚上爱美国的。你看最近那个 CIA 的那个影片，全部用中文，不再用中文。我们去年是用中文吸收县民的那个。对，他现在还用演戏各种方面。我问你。多少人点阅？习近平1000万，习近平会不会怕？为什么现在军委会本来7个人，现在只有他跟另外一个，都只有跑了，连张幼霞也抓了。张幼霞不是要跑，张幼霞是被抓，对，被抓了，被跑到。说李尚福国防部长被抓啦，这那个部队怎么打仗？所以我觉得其实习近平会魂不守舍。再来就是去证明一件事情，独裁国家即便你只是看起来漂亮。你很多资讯都是封闭的，报喜不报忧嘛。然后呢，只有民主国家才厉害。以色列也算民主国家，虽然你看美军也常常出事，可是它透明嘛，透明之后我有监督机制嘛，我才不会发生说我这个雷达都根本不能用。就其实证明一件是什么呀？这民主国家的战斗力才是真的战斗力。不过刚才讲到说，这对整个有很多一开始开战的时候。欧洲国家都会骂美国说你没事污这一出，因为第一个大家都说伊朗不是吃素的嘛，对。然后接下来呢，而且大家更担心一件事情，对全球的经济会发生什么样一件影响？
来回战，第一个，荷姆兹海峡很重要吧？原油运输全球大概20%要经过这，然后包括现在看起来的话，伊朗把这一锁起来，对大家都会有影响，更不要说它四处无差别攻击所有一些地方，对，大家都会担心这样一些效应。而这个效应，如果照你判断的话，它未来会产生什么样一些影响？而且有更多观众朋友大家会很好奇的是，台湾的股市不受影响，不是这会不会有点压抑？哎，我跟你讲，这真的太过分了，台湾股民不讲武德啊！有更多观众朋友大家会很好奇的是，台湾的股市不受影响，不是这会不会有点压抑？哎，我跟你讲，这真的太过分了，台湾股民不讲武德啊！因为我还在调时差，你知道吗？就我起来之后，什么台积电怎么又回来？它只有跌，整个台股一开始跌800多点，然后后来我张开眼睛的时候，大概剩跌300多点。对，小虎哥你好像更晚了，这边跌200多。我今天有一个捐血活动，等到活动结束一看，他回来只剩下100多点。对，就是所以你就发现怎么大家信心这么坚强啊？然后呢，台积电更不用说，本来掉到1940，就后来怎么我看的时候已经1990了，那1980吧，所以怎么阿伯虾啦？所以你就知道就是信心十足。那为什么信心十足？因为发现这个战火啊，比想象中来得快速川普这样子本来说要打4个礼拜，现在不用4个礼拜啊，能不能撑到4天都是个问题刚提到除了何美妮走了之外，他的整个接班团队本来是有3道的，现在看起来连第3道都走了。所以现在最新出来了一个叫什么贾尼的，他就只有说我们绝对不会跟美国投降。然后呢，在有一个 Telegram 下有个贴文，他开始干嘛？他开始骂中国。他骂中国什么？他说你们那个中国啊，你们竟然没有提供给我们最基本的防空的预警的设备啊，电子干扰系统去哪里啊？第二个，我们已经给你下了一些超音速什么高音速的导弹什么的，结果你说物流问题，到现在还没有给我。这还有物流问题啊？所以啊，他们就怀疑他说你根本是故意的。不是，你是买飞弹，你不是买烟火。这很妙，所以他们就说你是故意的，你是故意就是 delay， 然后呢不希望我们开火。那你为什么不希望我们开火？因为你即将要跟川普谈。现在开始他们质疑中国嘞。第3个更好笑。他说：“一天到晚叫我们用便宜的那个原油卖给你，我们一天卖了300多万桶的原油给你，每一桶现在市价72块，我才卖你45美元。结果你给我一些打不出来的东西，就帮他开启客诉啊，客诉中国，那代表什么意思？他成功裂解了这个铁胆兄弟，所以呢，这一次战争才短短也不到48个小时，川普已经怎么样？已经证明了几件事。第一个。”伊朗不耐打，伊朗不耐打，原因是因为中国设备没有用。然后第2件事情，伊朗跟中国巴蒂铁杆兄弟攻给嘛，结果你逃那拱了你逃起来呀，水狼够性命。中国到现在只有出个嘴炮，飞弹什么炮也都没有来。然后第3个，他们开始怀疑什么？你中国是不是别有用心啊？要有什么用心？就是你要跟川普谈啊。你原来你是不是故意有点要延迟我们的战力，或者是他们说他们还有一个怎么北斗的一个系统，那个北斗系统他说要开战前几天，他说他们在什么设备更新在降载，所以速度变慢。比如说你飞弹咻过去了，他隔了那个5秒钟，他说刚刚飞过去了，那已经打到了，这个预警无效啊。对啊，所以就很荒谬嘛。这个是 Telegram 上流出来，就是说现在那个他们革命卫队的人出来 complain 的。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个一弄下去，确实这已经影响出来了。好，那个再来，那个大家都开战了嘛？你有多少朋友，我有多少朋友，大家开始来亮嘛，中国跑掉了嘛？那第一个很带种的那个人是谁？真主党刚刚有提到，结果呢说我们要宣战10分钟，自己就 GG。对，现在网友开玩笑说，我叫 Uber 都没那么快，所以你就知道他10分钟就被刺杀嘞。所以代表他们整个体系根本是全面性都被渗透了。那一个是不敢打，中国不敢打，然后一个敢打的不耐打，一下子就 GG 掉了。那现在你还发现到另外一些欧洲啊，尚书大人真多啊。其中一个我认为最大咖的尚书大人是谁？英国。他们首相，我跟你讲，我真的我快要有点，不要说看不起来，就是有点小看他。他怎么会？
你知道吗？2月21号的时候，那时候大家在讲要打要什么的，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英国跳出来，他说：“哦，我们觉得美国你这样子没有那个叫什么，没有那个正当性，我们不鼓励这样的行为。我觉得你这样出兵去打人家是侵略行为，所以我们英国不把几个什么军事基地出借给你美国。对他们那时候说不要，就最新消息3月2号今天早上的。”他们首相改口了，说因为伊朗这样欧北怕打到我们的塞浦路斯，我们英国的基地，所以我们现在塞浦路斯这个基地可以让美军来使用。就中间还插了一个，就是打完那1-2个小时，他们英国出来讲说。这场跟我们没有关系。对，不要把我扯进去。对。所以你就知道嘛，你看本来不支持、不同意的、反对的，结果现在看起来好像美国一下子就要结束掉了，又要跟美国站在同一边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就会知道，就是说，你看这个形势比人强，人家美国出钱就是老大，一旦老大这个非常。明显确定了之后，这些人呢全部就归过来了。那好，你说所造成的一个影响性，就全世界股市就最容易说话嘛。你说台股这么坚强，一下子就回来，这代表什么？大家都预期美国事实上已经是掌握了整个的一个就是这一场的战役。可以持续多久？是掌握在美国手上，不是掌握在你伊朗手上。你伊朗到现在刚提到，你没事你要打的对象就只有2个，就你打到变成你15个国家都跟你不爽，而且沙烏地阿拉伯现在有新闻讲这一次美国会选在这个时间出手，是除了以色列之外，沙烏地阿拉伯，沙烏地阿拉伯，你想说？就算是一个是什叶派，一个是逊尼派，你也怎么会搞到而且沙烏地阿拉伯它表面上还是说大家冷静，大家很私底下在那哀哭快点先打他，他现在核武还没起来，打他，等他核武起来了就不好打了。所以既然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你就会知道这一个当大家都开始。朝着这个目标很清楚，就是伊朗你那个离倒数时间很近的一个情况之下的话，我觉得在经济的冲击性会减少，而其中最受到冲击的是谁？反而是中国因为那个荷姆兹的这个海峡它全世界大概有2到3成的石油，然后2成25%的天然气是经过这里。你看它这里这样堵起来之后，对不对？好完了，那大家这个30%的不出来，我看你们其他世界怎么办？不好意思这30%出来里面大概有超过一半是给中国的，所以中国自己率先倒台。那你要知道，伊朗有每天330万桶，大概9成都到中国。然后之前不是委内瑞拉一天大概100万桶，其中也很多是在中国。所以中国现在人家美国打的是委内瑞拉跟伊朗，结果中国它的石油一天少掉400万桶。那你说中国头不会痛？当然没得修。再来，我觉得本来我很反对川普什么问角逐诺贝尔和平奖，凶蛤蟆吧川普呢？而且川普之前呢，人家不是一直要拱他吗？拱川你也觉得很奇怪，对不对？结果拜托，你什么时候看到？这个伊朗的国旗啦，跟美国的国旗啦，还有以色列的啦，全部在一起耶！这个变成没有敌人大家都变成突然之间不是死敌，不是世仇吗？突然之间旗海飘扬，那代表什么意思？大家都希望这个哈米尼倒台啊，然后更不用说这些女生这么漂亮，波斯女性大概是我认为全世界前3名漂亮的女性，就47年来不见天日，整个被看到五毛。所以当你看现在这些女孩子都可以这个很勇于出来的情况之下，甚至我刚看到我们的袋子还有剪，川普的一个跳舞的这样子在后面，就这个，你知道前面跳舞是谁吗？是伊朗的年轻人他们现在伊朗年轻人，大家最爱最支持的人是谁？是川普。川普在自己的美国的支持度现在听说掉到39还是40，结果我跟你讲，现在在伊朗搞不好超过7成。所以民心所向，大家现在会认为赶快这个哈米尼的政权赶快倒台，还我们自由。可是领导真的有人在讲，刚才慧珍也特别提到，大家本来讲铁杆兄弟。中国大陆、俄罗斯、北韩，然后伊朗，但是这一仗打下来，看起来不管中国大陆或俄罗斯没有太大的一些的发生，甚至有人讲说，其实那个好，全世界美元计价的，包括在石油及各方面来讲，那其实老共他们一直有在想说不要用美元计价或者什么，那伊朗一定是石油大国，但是这一仗打完以后，那他们原来如意算盘是不是也没有了？可是我刚刚前面也特别提到，有人讲说这一仗。
对全世界不同的国家都有不同的一些的心思，老共一定也有他看到他们要看的地方，我们也应该有我们要看的地方，因为包括我们最近也有在军购啦，所有这些，像这些，那你们看到什么？基本上看到整个美伊的战争就会很像以前我们在大学读这个历史学的时候，在讲到1979年的那时候和美尼，然后那时候不是有一个很 popular 的电影嘛，就雅果出任务嘛，就班艾弗列克他不是就自导自演吗？就是整个的这个我们讲驻伊朗的这个大使馆的52个人被这个囚禁400多天，然后怎么样把他们救出来，就是一个很精彩。所以在伊朗里面的反美跟挺美的势力其实都是在更迭，可是从1989年一直到现在，这个哈米尼他因为在位真的很久，但是产生了很多包括神权统治凌驾成整个的政治的问题，所以呢导致现在美国希望呢他在处理委内瑞拉能够保持一些石油的状况，他来处理中东的问题，让他可以未来很专心的面对中国。那可是你可以看到为什么这会发起一个状况，是因为刚才五哥提到的中国也好，俄罗斯也伊朗也好，因为他们后来成立一个人民币的跨境，然后呢，他也跳过美国的 SWIFT， 然后伊朗呢，他也以折价油跟这个灰色船队来跳过美国的，不管是他的金融制裁跟他的整个的计价系统，那美国当然不爽啊，他看到你中国跟这个俄罗斯跟伊朗形成了一个石油为基础的金融的这个整个的清算系统，他觉得有一点威胁，所以这当然也是一个原因，他直接来对于整个的伊朗来做出手。那你去看伊朗怎么办？他长期被制裁，不能用美元，不能用 SWIFT，那你叫他没办法，也不能正常的保险。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这就是属于整个金融战的升级。那你当然会看一下，为什么中国现在观望？荷姆兹海峡一天有1500万桶的石油，多的嘞。你看现在欧佩克现在每一天说要增产20.5万的石油，出不来啊，那出来怎么办？那中国买很大量，那当然中国因为面对这个部分已经有储备了。其实我们有一个以前政大的同学，他现在在这个杜拜工作，他都告诉我们哦，开战之前中东国家都已经掌握开战的可能性是升高很多的，所以杜拜马上已经安排他的这个地下的一些逃难的设备给他的居民，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中国是处于一个观望的态度。可你看回来，到底美国要干嘛？美国当然，川普现在面临其中的选举，如果能够把这个伊朗直接做一个攻击，他共和党党内的选举的民调应该可以往上拉吧，这叫聚集的效应。可是实际的上的结果是怎样？他攻击完，不好意思，我必须直接讲民调。现在的 Ipsos 跟路透社的民调，27%的美国人是支持川普来直接击毙伊朗的这个领导人的空袭，43%是反对的。那可是看到这个56%的人也认为他倾向这种动武的状况下，在共和党里面有23%人觉得说，持很保留的态度。那所以其实你看到伊朗第二级是什么处理？第二级是直接攻击你美军嘛。如果你美军的子弟的伤亡人数往上提，那川普要面对什么压力？他经济的通膨，因为石油刚才讲到拦截，他石油现在布兰特原油是往上飙8个百分点。一来，第二个美军的伤亡人数往上提，那川普卡在这，他怎么办？他压力是有的，他是有他的压力的。所以呢，你可以看到为什么会讲到回来两岸。我们接下来讲到这个川普对于中国、对于台湾的军购是暂缓的，为什么？因为那是纽时的一篇报道，对纽时的一篇报道。那当然是看出，因为现在没有国务院跟这个我们讲到 DOD 后来是这个战争部，他没有实际讲说暂停这130亿美元的这个军购。可是他这个 gesture 也是告诉大家什么？告诉大家未来美国跟中国谈，包括芬太尼、包括稀土、包括大豆跟农产品。对于川普面对其中选举他的铁锈州，他的这个我们讲共和党的这些州，还有他的通膨是重要的。所以对他来讲，他同时对中东出手，也希望中国在这个两岸的部分，它可以是稳健。所以我觉得回过头来看哦，中国有他的命题，美国他的命题，跟台湾呢？如果这一个能源战，我们当然希望速战速决，战争拖久就是很麻烦。而且如果他伊朗看乱打别人，乱打到。那区域如果变成一个世界大战是很危险的，所以台湾我真的觉得一件事情哦，我们的中央政府明天才要开国家安全会议，
我直白讲，真的有点慢。因为能源的部分，我们的 LNG 船的80%是用来发电的。那如果速战速决的话，能源稳定下来，或是美国它某种程度释出页岩油等等的这个供给，我觉得还好。那如果拖长的话，我们的 LNG 船11天到13天的存量，那请问你要告诉大家，全台湾最强的半导体产业链，它每一天的供电，那到底我们未来的供电要怎么样让我们的产业稳定？那我民生跟这个产业链，如果供电产生这种冲突的时候，我的顺序是什么？我觉得国家安全会议要告诉人民的是这个。不能说看到这个中东打起来了，说啊这个军购怎么样？那我们的能源都不用管，我们的这整个的风险跟整个的布线都不用管，我真的觉得是蛮危险的。来，姚川，来直接回一下。第一个，国安会议林涛觉得是不是有一点慢？第二个，从这一次里面大家知道，包括军购啦，或者确实有它的重要性。而在这里头，包括纽时的那篇报道说，程序在老美那都已经几乎快走完了。但是可能会不会因为川习会，川普也觉得要不要给习近平一点面子，会不会被喊暂停，或是对于我们现在已经在进行的这些军购，从这场战争里面你会看到什么？这个能源的会议，可能林涛不知道，今天早上卓院长取消了所有的行程，邀集台湾跟能源有关的部会都已经开完会，而且都已经发了新闻稿，所以这个。再去看一下，经济部的新闻稿里面没有任何内容。行政院啊，行政院里面经济部发的新闻稿没有任何内容，只说我们会。你要看行政院的新闻稿。今天早上卓院长取消了所有的行程，就为了开这个会。他告诉大家什么结论？这新闻稿里面就有了。第二个，这一次的这一个军购啊，因为美国有美国的程序啊，我们有我们的程序啊。那我们的程序现在就卡在国民党，卡在国民党。那国民党本来说什么今天下午会有一个他们党跟党团的这个会议，然后也都取消了哈。那他们原定礼拜五要这个把案子复委，礼拜四最后截止，因为明天中午是程序委员会。那显然看起来他们没办法整合出一道版本。因为明天中午是程序委员会，那显然看起来他们没办法整合出一道版本，有哪一个版本才是叫做国民党的版本？所以我判断了，他们会提非常多版本。什么叫提非常多版本？一个国民党提好几个版本，就每一个立委都可以提啊，每一个立委都可以。不是应该只有一个版本？这就我们不是讲说要以党中央跟党团，然后大家所有这些内容为主吗？对，但是。按照他们过去的做法，他们会有一个版本，就是傅昆萁签名盖章的版本，这个叫党团版啊。那个别立委自己去联署的会有自己的版本。那这些我判断礼拜五都全部都会复委，那进到委员会里头再来处理了。这个时间会拉得很长很长啊。那最近提出了一个叫什么3500加3501加 N， 对加特别条例啊，是定上限没有再定下限。定上限就是说你最多花到1.25兆。如果要超过的话呢，那你就另外再来说，没有定3500亿加，那3500亿加，如果3500亿没有执行完毕叫什么？他们说3500亿是地板，那地板没有执行完毕要被处罚，是不是？没有买到3500亿要被处罚，所以特别条例是定上限，而且那个条例其实有7条了，7条，第5条定金额，第4条定7大项那个要军购或军售或者是台美合作的项目嘛。那如果他们提了一个3500的，或者现在有人提8000的，或者卢秀燕提一个9000的，那这些到底要把那7大项的哪一些给划掉？那就要对外说明哈。那这个能够进入到公开的讨论都是好事了哈。那美国的媒体的那个报道，当然一方面也是这样啦，就是说看到台湾现在的状况啊。那美国总是有个态度，讲我啊不你在台湾一直拖，你到底有要买啊？无要买啊？我那物件不是讲无人买我们生产的东西是很多人要啊，你们已经跟我们讲好了啊，现在是怎样？现在是又要拖啊拖那另外 A、B、C、D 其他国家说台湾啊不爱买啊不你买完啦所以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还是看礼拜五啦礼拜五国民党行行好不管 N 个版本都没关系，要复委，都叫复委复委就下礼拜召委选完之后，就开始进入到讨论千万不要拖了就会像现在我们看那个伊朗那个现在是做利用工的就是说你
那飞起来你又搞不清楚，然后人家飞进来了，然后你那个在追踪的那个飞弹又啊无去，你有可以供掉别人啊？对，就是会就追踪不到，然后人家飞进来你不知道，然后飞一阵子之后你跑去追踪啊，追踪不到，这很丢脸啊！那台湾如果这一套没有弄起来，会是一个很重要我们第一岛链的破口，所以拜托国民党行好，不无论如何就进来讨论就好了。来，林浩有没有问一下党中央？对，3件事情哦。第一个，5个就是我们看到行政院经济部的部分，经济部坦承，因为荷姆兹海峡封锁，我国部分的石油跟天然气进口已经有这个受到影响。但可是长期有备援计划，确保供电稳定。他没有讲内容，他有计划，他没讲。所以这是一个空洞的这个国安会议。第二个呢，我是觉得如果国安会议这么晚开，明天才要整个的这个国防安全要讨论的话，我是觉得建议啦。赖总统真的桃园直接先提名王义川，那你就不用烦恼桃园跟台北的提名，你就可以去做你的事情嘛。那第3件事情我也要讲哈，军购的部分哦，这个我支持，大家都知道我们长期民进党的想要跟他对决，我们就是长期支持民进党提名王义川嘛哈。那因为在地的这些正国会的议员很支持他，因为林涛算是郭正亮的徒弟啦，所以你们就反着看就好。所以大家很这个民进党在地很支持他哈。第3个军购的部分我要讲哈，因为礼拜5之前国民党确实有传出不同版本，包括智库的3500+N，还有之前提到的3500。那其实国民党的青壮世代都希望这个金额是往上提的，而且这个金额往上提的过程中，其实在过去的1.25兆，我们分得很清楚，就是商购跟军购可以分开。商购确实国民党的立场不觉得他应该要在这时候放进特别条例，因为商购跟谁买谁来制造，大家都觉得那是一个黑底洞。可是军购如果直接从美国已经答应的武器来买，它的金额确实是可以提高的，因为那是由 AIT 来做一个窗口来做采购。所以我觉得希望啦，我也很希望说，在礼拜5之前，国民党的党团的版本到最后的 majority 是接近我们外界期待的，包括8000亿起跳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向来进行。来，任俊，可是媒体上面报道，包括说帖是3500亿，刚刚讲到一个加 N 或所有这些，这跟外界好了，连包括你看媒体上有一些比较对蓝营比较友好的一些名嘴，那时候都已经直接放过狠话，是说你们如果真的提一个3500亿。真的，那以后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因为民众对于这些，像林涛刚才也讲，那最起码大家一般的看法，你好歹要提一个真的能够防卫台湾型的嘛。那3500亿，就算你说一个加 N， 但是跟大家的想象落差有，如果这样提出来，是不是真的会让国民党陷入一个危机的一个困境？包括媒体上有讲，包括连 CK 杨喊话的一些，这有这么大影响吗？我认为刚刚听林涛兄那一席话，就是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3500亿是最没有争议的，我真的必须讲啊。因为我现在给各位看嘛，政院的这个版本里面事实上是最大的一个是1.25兆嘛，这一块是最没有疑问的。那郑立维现在这个版本，就是他们现在讲3500，这个也不会有疑问。为什么？因为大家统都认为这个应该要买。人家美国那个都已经直接发票说了，这个大家都认为要买嘛。所以今天讨论到最后叫做3500亿加 N， 那请问这个 N 是加到这还是加到这？这才是最大的问题嘛。所以我刚才讲，就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嘛，就3500亿 OK， 那剩下加的 N 是什么？到目前为止没有人知道。这一个最没有林涛好了，林涛刚才的意思是说，希望不是单纯3500加 N， 我希望往8000到9000。我同意。好，那我就再问一件事情，请问现在不管你要加 N 是什么，不知道嘛？再来，请问8000亿的版本谁看过？不知道，都只说小新是不是有一个版本是8000亿？对嘛？我就问这件事情谁看过？没有人看过我们都有看过。你确定？我们都有看过。你确定有看过8000亿的版本？我先讲连国民党立委赖士葆都被问到的时候，他都说他没看过，因为赖士葆不是青壮派的
不是叶元之也公开讲过，他没看过，所以我不懂林涛从哪边看到的。其实巧芯那个8000亿的版本，它大概它有一些是有大家有看过，有些部分它是有一些机密的，所以有一些国防外交委员会的委员他是有看过的，在机密的部分。那么我们呢，希望能够提出的版本，说真的，就我们最近在跟立法院的这些党团的版本，接近8500亿甚至9000亿的内容，其实是可以很具体的列出。OK， 来，我回来哦。林涛说他看过，我不再去质疑他了。但我刚刚讲嘛，我直接问国民党的立委，问到的都说没看过。OK， 我才不太知道，就是林涛看到的版本是哪一版啊？但到目前为止，确实国民党所讲，我老实讲哦，如果认为1.25兆上限的这件事情是觉得就是不能够 OK， 请问加 N 是大家可以接受的吗？N 代表未知数可能是0。按照国民党现在讲法是说，以后美国同意卖的，我们也会同意。所以你要么就是在特别预算嘛。请问啊，美国今天跟你讲说，我决定卖你个8000亿好了。啊，国民党按照你现在想法，OK， 我们也在同意。美国下个月讲说，我们考虑一下，我们再卖你个4000亿啊。国民党说，我们也同意。为什么？因为你们现在的缩帖叫做美国只要同意卖的，你们就会同意。你们现在讲法是这样啊？那你那个才叫做空白支票吧？我觉得可怕的是这一点呢。今天大家在那边讲说，我们那个什么国民党的青壮派希望限制在8000亿、9000亿，不要空口说白话，版本拿出来。你到今天就是没有。我讲白一点就是这样。所以居然我其实有点难过，看到的是，居然今天出现了一个说法，叫做在郑丽文的3500亿基础上加 N。那你告诉我你在糊弄谁啊？那是智库的版本那就是空的嘛。你智库到现在也是没有嘛。我就讲今天我8000亿的版本。今天我负责任在这边说，我问过国民党的几个立委，我只要有问到都告诉我他没看过。党团有8000亿，那要争什么嘛？8000亿的版本我就讲嘛。你现在讲党团有这个版本，我问党团的立委，就人家问的就讲没看过嘛。那你又要跟我局限在哪？那我再问一个，陈永康的态度是什么？陈永康为什么人间消失？他有没有告诉大家讲说，他觉得那个版本应该在多少？我帮国民党定义一下啦。刚刚林涛讲那个8000亿，那个叫做徐巧芯等人的版本，不是党团的版本啊。那他们智库在立法院是不能提案的啦。当然。所以智库的3500亿加 N 那个不是案子啊。那他怎么变成案子？就是郑丽文拿给傅昆萁签名盖个戳章进去，就叫党团的版本啊。所以现在没有看到立法院党团的版本啊，但是可能有个别立委有看过个别立委等人所提的版本。那这个就是国民党内部要自己去处理协调啊，不管哪一个版本都好，就赶快互委，赶快讨论，然后把1.25兆里面的那7大项哪些删掉了，跟大家讲清楚。讲清楚，美国也听得到，说你们到底是内行还是外行？你们怎么把那个重要的拿掉，或者是怎么样？因为刚刚任俊的那个逻辑是很好，就是说国民党说这美国讲这爱买，美国这2天伊若讲，你就是爱1.25兆，国民党没有。不过我刚刚讲，如果是3500亿加 N 的话，那 N 目前看起来就是0到9000亿左右。没有，这个我要在3500亿，我帮国民党讲2句好了啦。还有更高？没有，国民党现在有个版本是这样就是说，因为现在谈论叫特别预算嘛，就是特别条例的这个草案，对不对？对。那他们现在有一派的说法，我不知道这能代表青壮派啊，因为老实讲，国民党内太多派了啊。有一派的说法是这样啊。就是说，那如果可以进入到常规预算里面，我为什么一定要编列在特别预算？所以很有可能到最后会变成是什么？你知道吗？就变成说，我的特别条例草案里面，我可能给你个随便一个数字反正国民党现在也空的嘛我可能给你8000亿但是剩下的那个1.25兆减掉8000亿之后，大概还有4500亿。可能就会用一个方式说，我觉得你可以编到常规预算里面去嘛，所以你总额加起来可能还是一样。那我就讲实话，为什么要这样？对，为什么要这样？对啊，就现在有他的声音有跑出来啊，就进入到常规预算，我相信林涛一定有听过。那请问一件事情，那有什么意义？再来，如果你要进常规预算，我还是回到为什么要用特别条例？因为他在常规预算之外，今天国民党有一些人会质疑说，你今天是不是又排挤到？我跟你讲，你们那种方式才会排挤到其他，因为你进入到常规预算才会有我们的中央年度总预算里面本来这么大一块饼，你又硬塞一块进来，他才排挤嘛。所以我就不太懂，就是国民党现在一面说我们希望这样，一面希望进入到常规预算，又说这些东西会排挤到其他的预算。
不，你每赛翻起弯道讲的拢是你耶。可是将军，好了，当然这是很残忍一个说法，就是每一次发生战争的时候，其实全世界所有的武器实验场。确实是这样，每一次发生，大家就好。那我们是为了要防卫，所以这次所有的军购发生这样，大家刚刚好讲，当复委以后，所有的军购那些大家也可以在这里面来检视，说符不符合我们的需求。现代战争，你看到以色列跟美国跟伊朗的那个所有的武器，到底哪一项是我们现在需要的？包括无人机，包括所有这些，它确实是一个在这里面一些检视。而这个检视，说实话，我在怎么讲？因为国民党理论上应该是对军购最熟，为什么？他们的军系立委多，像陈永康他们，一定是这样嘛。这挨个人家一辈子都在部队里面，然后到了今天这个位，还当过海军司令，当过所有这些，他一定懂。所以这个过程大家也就看说，所以国民党的版本到底应该是不是也跟这些军系的委员大家也都商量过？所以那时候不是讲好几个版本，像陈永康委员那些好像是比较倾向是不是1.25？可是最近没有什么声音了。虽然他是上将，可是在军系里面。还不算最老的哦，还有更好，还有一个4颗星的海军的哦，还有一个4颗星的陆军的哦。现在全国还有2位是1级上将哦，这2位上将讲话才算话哦，其他的说句实话，参考。这两位上将，林正仪上将哈，我在当上校参谋主任的时候，他有来营区突击检查过，他就一个人来，一个驾驶1台车就到我们营区前面。这个人蛮务实的，是个非常务实的一个4颗星。OK， 你知道林正仪上将在这次退辅会举办的座谈，他怎么讲？他没有讲长篇大论，他也没有说什么敌情威胁啊，我们要如何变？你知道海军最会做计划的就是海军，林正仪上将是海军的，他没有讲任何的多余的赘语，他只讲了几个字：各位老朋友、老战友，支持国防部的案。林正仪就讲这样哦。林正仪只讲这样哦，他说我也不多说废话，他说我建军备战这么久了，我只希望大家支持国防部的提案。那霍守业上将我们陆军的，我们装甲兵的，他讲了什么？他说这个善战者啊，必须要先止战，那要如何止战？要先善战，就你能打才能止战嘛，那这2位4颗星的都同时说支持国防部的提案1.25兆，各位。这我俞北辰提的被打趴了啊！这个背骨啊，背叛啊，这个就是这个支持赖清德说的事情。哎，怎么没有人批评这4颗星的这2位加起来8颗星呢？辈分够高嘛？辈分够高。可是他讲的是不是事实？是事实啊！善战者要会止战，要如何止战？先善战，那是不是就是支持？对不对？林正仪上来讲的更清楚，就是支持国防部的提案就对了。好，我现在提哈。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跟我讲说啊，为什么这么辛苦还搞个特别预算出来？就把它编到国防预算里面去不就好了？我告诉大家，那表示你没见过爱。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跟我讲说啊，为什么这么辛苦还搞个特别预算出来？就把它编到国防预算里面去不就好了？我告诉大家，那表示你没见过爱。超过10亿，必须要送行政院交立法院来做审定。OK， 超过10亿，你哪一个建案不超过10亿啊？买 MI2T 有没有超过？买海马斯有没有超过？买标枪都超过嘞，所以他不能这样做嘛。因为国防预算、人员维持费、作业维持费、军事投资。军事投资只要单项超过10亿就要送院审核。那请问这个 M109A7 帕拉丁，你可以包在国防预算里面吗？能包早就包了啦，就不能包嘛，超过了。你超过以后，他经过立法院的同意，要先行政院同意，经过立法院同意，然后完成一个跟美方的一个完整的军购建案之后，他才能够分8年编在军事投资里面。各位，这是规定啊，这是预算国防预算编列的规定嘛。所以很多人说为什么会这样做？我现在我告诉你了，你就懂，超过10亿不能这样做啊，不要把它混在里面。另外我讲，那最近有一个很棘手的事情，3月15号就要到了，那个发价书，哇，3项标枪飞弹、托式飞弹2B， 还有帕拉丁的自走炮，这3项要不要先授权国防部去买？先授权还是？现在我先问一下，这发价书现在呢？因为时间不等人嘛，对不对？对， 3月15号就在那嘛。对，
蓝营当然我有看到像徐巧芯委员他们有讲说，那去跟美国商量一下嘛，就是把时间 delay 一下，为什么？可是如果人家没有答应，那立法院现在呢，今晚就要处理。没有啊，因为我们11才选召。对啊，11才选召委，所以那最快12、13紧急开第一次会。但是那一个会也不一定会同意。那除非有人很勇敢的，直接跟美国签名给美国说没问题，同意了。敢吗？是谁？授权就要先授权嘛。对啊，干嘛？就是我们的国防体系啦。我们不是啊，没有立法院就对啊，他怎么敢签？不是啊，就是因为美国发给的是我们国家嘛。当然嘛。我们国家一个人说 OK， 他签出去，然后做准备去立法院被电嘛。说没有人答应你签什么 OK 嘛？对不对？但是立法院时程来不及了。OK， 来，所以我才讲说，唯一的解法授权。就是授权国防部先把这3项签下来，3月15号发价书不会失效。那很多人说，可不可以去谈一谈，叫美国向后面延一下？可以谈，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成功几率几乎是0。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军售，我记得好像有蓝营的委员提说我们要有那个惩罚条款，就是他们不都最近常讲说，像我们的 F16很多都没有如期到，是，所以在这一次的那个军购里面呢，要加一个惩罚条款，所有买卖合约非常多。你自己如果看过买卖合约，就是如果没有按期履约的话，那要付惩罚金、违约金啦，或者什么的。对。可是我不知道我有没有看错，我印象中我看到媒体上报道，蓝营说的那个惩罚条款是写德，到底得还是不得？其实得就不要写了。对啊，我要告诉大家对啊，你认为我们这么多先进前辈跟美国搞军售搞到现在，都是笨蛋吗？他不会签惩罚条款，因为不能签。我告诉你，因为不能签，因为我们是国家跟国家之间的协定。美国它不是厂商，它是跳出来帮你斡旋的一个国家，会成立一个专案的军售办公室。那至于说，如果迟交，谁去跟厂商？美国会去找厂商。美国会找厂商，那罚不罚得成不一定。我举例来讲，我再次强调，帕拉丁自走炮不是全部都是美国的，有部分是英国的专利。所以美国愿意跳出来，让台湾获得这个武器，帮你斡旋，然后你说，你讲好哦，如果美国你要扛，你要扛哦，你要赔我5台哦才可以，没有这样的啦。国家跟国家之间不是买菜哦，小虎哥这个也不用到国家啦。比如说我今天请这个慧珍帮我去买 BLACKPINK 明年的演唱会的票嘛，然后我说你帮我买，没问题，然后他说没问题，你没买到赔我5万哦。那你委托我不会只有3万吧？然后那真是太划不吧？这种就是那种票，就是这种东西很稀有。那你要去跟人家买，他说你到时候没卖我的话然后就要罚钱，那你找别人拿。对啊，而且美国的军售办公室是没有收佣金的，不是说我今天做台湾这笔生意我五角大厦可以赚3成，他没有佣金的，他是在台湾关系法里面明定的很清楚，所以才会成立这项军购。所以他既然没有拿佣金，它是一个法律上规定一个必须要做的事情，然后你跟他定罚则，那我觉得阿川举的那个例蛮有趣的，那不行嘛，所以我说，如果你把它定进去，你真的要搞清楚你在定什么。可是现在看起来，刚刚讲到说，这是现实上大家都在讨论这些，对台湾来讲怎么样防卫这些，但慧珍有没有感觉得出来？国民党内部因为军购、军售这些事情，某种程度，像卢秀燕3月份要到美国去，有人说是不是国民党内部有很多觉得可能不能单纯的跟党中央的这个脚步走，包括有叫亲美派，有叫什么，大家是不是不算自救啦？但某种程度是不是也应该要表达一些声音？要不然的话，一路这样。我知道生活媒体上有讲说，党中央是不是有说，那叫老美自己来找我，来跟我谈，是为什么要跟你谈呢？他不是这种应该就是国防部大家直接这样直接沟通吗？对，我觉得现在有新闻嘛，就讲说好像卢秀燕有宴请一些委员，对，然后呢就是希望他们可以有一个就800亿的，我看到8000亿，好像是支持8000亿的这个案子啊。那8000这个案子看起来应该是徐小新为主来提出来的，所以你现在就很明显看出一件事情，就是说大家已经对于郑丽文他现在所领导，包括人家今天去问郑丽文这件事，郑丽文现在直接跟记者讲说，我们要那你出去，把记者赶走，所以你就知道，就是说现在郑丽文在国民党内部还能不能
可以喊得动，我觉得其实是一个问题。尤其是之前其实包括古立言，还有包括美国的一些国会议员，都很清楚的去讲到一件事，就是这个军售案，这个有一些在野党的委员在挡。那这个状况事实上是对于不管是台湾的国防保卫，或者是对于跟中国的关系，还有美国关系，事实上都是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很清楚，美国已经在示警这一些在野党的。那你如果说像我一样，我小孩都没有，也没小孩，我有跟这类狼那我就好，我的理念就是我是中国人，我要跟党到底。好，那你可以党到底。不是啊，美国这个国民党里面有多少人小孩子都在美国念书，在美国发展，甚至都已经拿到变成是美国籍的。不要说只有国民党，连民众党那个黄国昌也是嘛。所以你就会知道，如果美国现在真的认为说，你现在你是中华民国的国会议员，那针对于军购案这个，你们却是站在反对的立场。显然你对于我美国政府是不友善的。我可不可以把你这个家属在美国的家属，我取消他国籍，或是我甚至把他列为是不受欢迎的对象？你的什么赖世宝的女儿，你的李彦秀的女儿还是儿子的，你要平安帮忙在等俺呢？他们在台湾几代家业，在那边要弄当立委，你以为他们要干嘛？不是，就是希望他的子孙可以在美国有没有反美式工作，赴美式生活，子子孙孙都在美国当美国人，这样我才能安忧啊。才能那个睡得好，才能那个高枕无眠。他们目的就为了这个，所以如果你真的继续挡，那有没有可能美国真的拿这个来杀你？有的话，我跟你讲，某一种程度上，我甚至认为他们现在为什么包括卢秀燕这些人会开始转？搞不好真的是因为美国直接给他们压力，而他们认为这个压力会损及到他们自身最大的家庭利益。而他们认为这个压力会损及到他们自身最大的家庭利益。范老师，3月底到4月初的川习会，会不会对于不管是我们的军购，会是对两岸之间会产生什么样影响？绝对不会。川普都敢要去见去打伊朗，都打伊朗了，你还你说不给面子？对啊，你也军购，其实上对我认为啦，这个中国也不会拿那么小的事情来说嘴了。他要么就是说你反对台独，公开反对台独这个是层次拉到最高了。这个至于那个，反正中国也知道嘛，台湾一定会买，中国那个美国一定会卖中国一定会抗议，这几十年都没改变的事情，怎么可能一夕之间改变嘛？而且我们知道，当1979年台美断交那时候是卡特嘛，后来雷根总统上来之后，他当时给台湾有个6项保证。其实有一条就是说，我卖武器给台湾的内容，我不需要跟中国讨论。所以我不认为现在川普这个底气更正旺的时候，我还怕是习近平不敢跟川普见面呢。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认为不可能。而且我觉得像国民党一团乱，一团乱。我刚刚讲过，徐小新的8000亿怎么来的？我们是菜市场买青菜吗？葱蒜我不要，我要什么？大家不知道，然后现在又说卢秀燕要9000亿，然后我看到就是说现在卢秀燕是11号出发，15号刚好是要回复美国的发酵书。我跟你讲，卢秀燕到美国这一趟一定都会被问到军售的问题的，行礼不离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卢秀燕怎么办？所以他当然要寻求自救嘛。然后他上礼拜才会找这些什么徐小新这些立委出来吃饭嘛，但是能形成什么效果？我觉得卢秀燕就是叫性格决定命运啊。你当初如果你接这个党主席，就没事了嘛。你说不接党主席，因为你怕蓝白合的问题啊，你这个也怕那也怕，我不接就被郑丽文这个整个主导嘛。那现在国民党变4台马车，郑丽文是一个马车，韩国瑜是一个马车，傅昆萁是个，卢秀燕是个马车，4个马车。只差一个马车，一个马车就5马分尸了，所以我觉得当然也不晓得现在谁是说了算，但看起来我觉得中国压力是很大。OK， 就说你今天郑丽文如果想见习近平，因为你现在3月不可能嘛，川普是3月底，如果排到4月，
就是挡2个东西嘛，1.25兆的国防预算、特别预算，还有就是台美好不容易签署的关税协议嘛。所以我看起来这立文压力很大，傅昆萁也可能也受到北京的压力啊。他们2个不用选举啊，他怕什么？这一选举人糟糕啦。然后我现在看的情况是怎么样？看起来台中这一局，郑丽文就是要给杨琼英，这不办民调嘛？有为什么？他们都要在3月底前，在3月底要办嘛？好，那为什么之前一直拖？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就看起来就群龙无首。OK， 好。可是现在看起来的话，对于在这，想问一下，请教一下李珍秀委员这件事情，到底要该怎么办？现在就是拖着摆在这个地方，然后等到开议以后，然后万一他真的上去质询的话，对行政院就真的完全不理他吗？翁小玲委员直接说了，如果要封杀李珍秀，他就全面封杀预算。哦，那叫封杀。不是，就是他不是立委嘛，不是立委，行政部门不用给他资料。一般的民众，你写信给行政部门要资料，他不一定要给你嘛。但是立委要你就要给他嘛。那所以现在已经就是说，在行政部门认为他不是立委，可是因为立法院认为他是立委所以韩国瑜在2月1号就发薪水给他了嘛。那他的助理费40几万也在2月通通给了，所以立法院认定是，那行政部门认定不是。那到最后就是一个僵局了。那到最后谁能去解释李珍秀的什么户籍啦、国籍啊？那这个事情很多人在讲说，那民众党到底是什么态度？民众党态度很简单，就是让他很乱民众党不在乎李珍秀，李珍秀只是一个名字，李珍秀只是一个人，后面很多人可以换，对民众党来说没有损失，但是让这个政局很乱，这个才是民众党要的啦。那李珍秀，我跟他交手1、2次啊，我觉得他真的是训练有素啦。什么叫训练有素？我们在立法院里头跑过立法院的记者都知道，我们如果拿了那个字啊，然后面对前面的字，面对前面的话，媒体是拍不到的。这个事情很多人在讲说，那民众党到底是什么态度？民众党态度很简单，就是让他很乱民众党不在乎李珍秀，李珍秀只是一个名字，李珍秀只是一个人，后面很多人可以换，对民众党来说没有损失，但是让这个政局很乱，这个才是民众党要的啦。那李珍秀，我跟他交手1、2次啊，我觉得他真的是训练有素啦。什么叫训练有素？我们在立法院里头跑过立法院的记者都知道，我们如果拿了那个字啊，然后面对前面的字，面对前面的话，媒体是拍不到的。我们坐的位置，媒体都在后面。而且那个大炮都在右后方李珍秀那个拿起来抗议的时候，他拍的是直接长这样。这没有训练过，没办法因为你没去坐过那个位置，你搞不清楚那个媒体的角度啊。他是训练过，连要拿到哪里去给媒体拍的这件事情，没当过立委的人，没坐在下面的人，你都搞不清楚了。因为有时候新同学来的时候，上面的媒体还会说委员这边，因为有时候你搞不清楚的媒体在哪边嘛。他第一时间就这样拿起来，而且他知道拿起来不够，他还站起来，转了一个角度，直接给对方拍完之后再拿下来，厉害。但是呢，这个反正立法院觉得他是一个立委嘛。我们立委就职的时候啊，1、2个月前我有讲过，我们就职要签1张，里面有3个选择。第一个，我有中华民国国籍，我只有中华民国国籍，这第一个选项。第二个是，我曾经有别的国家的国籍，我在什么时候放弃了？第3个是我有别的国家的国籍，我已经在什么时候申请放弃了？就3种，一种是我很早就忘记，我告诉你我什么时候放弃；第3种是说我有没有错，我现在有，但是我在什么时候已经申请了？结果李珍秀直接勾第一个，只有中华民国国籍，只有中华民国国籍，然后他说他不承认有别的国家国籍，黄国昌出来帮他解释。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一个国家，所以他没有双重国籍。那如果要这样子凹，那就是立法院认为是这样子。那我已经因为我已经建议卓院长，就是说不要把他当立委嘛，所以现在不管机密资料什么资料，就是不给他。第二个，卓院长如果备询的时候，备询明天就会出现了。那怎么办？因为明天是要报告台美关税。那民众党可能排李珍秀。那因为如果是韩院长或江副院长请院长上来，
那我是建议左院长可以上来，但是李珍秀讲话的时候都不语，就你讲你的，缄默权嘛，就你讲你的啊，我就不回答，啊，这也是一个方法啊，但是你不要给韩国瑜来做人嘛，因为韩国瑜是院长，因为是院长请上台，他上来，然后我不接受他咨询，然后我就不语，然后整个韩院长会说，哎，左院长你要回答一下，那左院长就这样看一看，反正那个立法院的时钟会一直跑嘛，一直倒数等到最后0啊就消音了。OK， 来林涛，现在回应一下。我是觉得这个义川委员他其实很奇怪，人家那个训练有素，代表他有先做功课，有去看一些媒体的袋子，说要这样做，或去问他的同事啊，所以我觉得问这些很奇怪。那第二个呢，你看这个国籍的问题哦，现在这个行政院的院长卓荣泰说，那以后他来我们就不给回函。以前卓荣泰才呛过谁？翁小玲委员嘛，说他要的我先看过，没有看过不给。结果翁小玲委员出来讲说，他发函每一个都有给。什么卓荣泰你有看过吗？哎，不要在那边喊了啦，人家就是立法委员，就是立法院已经认证了立法委员，人家要什么就给什么。如果他可以不给的话，不回答的话，那未来是不是民众党所有委员也说，那我们的法案你东西没有先给我们，全部都不审？是不是有这样子的理由可以回应？所以我觉得不要把行政跟立法权搞得那么的意识形态。那到底在立法院会出现什么样一个状况？明天可能就会看到。那到底状况是行政跟立法之间对于李珍秀委员的认定到底会怎么样？好，但除了这个以外，当美国那直接对伊朗发动这样一些攻势的话，战争还在继续当中，只是能打多久，到底会是怎么样？那包括两岸，包括对我们的一些军售会有什么一些影响？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收看《炫妹的妹》，我们明天见，拜拜。